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保守估計咧，喺2025年咧，黃金咧約升多14.6%，白銀咧亦會升多63.1%嘅。大家一定要注意喎，喺呢個2025年咧，除咗黃金以外咧，白銀有機會成為多國嘅儲備。如果係真係會發生嘅話咧，你估白銀會升幾多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0.2期嘅金銀周報。美匯指數 DXY 喺經歷咗3個月穩定下跌之後咧，10月初咧就大幅上漲喎。喺日本首相石破浩表示經濟無法應對任何額外嘅加息後咧，貨幣交易員咧就放棄咗日元啦。日元遭遇2年多嚟最大嘅跌幅，引發一波資金回流到美元。越嚟越多投資者咧越嚟越擔心所有法定貨幣嘅貶值嘅風險。佢哋面臨住無法從股票上咧獲得足夠收益而彌補呢個風險嘅前景。隨住中東嘅衝突加劇，以及美國繼續咧資助針對俄羅斯嘅戰爭，甚至可能引發核子嘅對抗，佢哋咧也尋求呢個保護免受地緣政治風險嘅影響。由於呢啲嘅原因咧，黃金咧創下新紀錄嘅歷程可能咧仲遠遠未結束添。貨幣金屬上個禮拜創下歷史新高，黃金喺呢個禮拜交易中小幅下跌0.5%，但現貨價格咧達到2654美元。至於白銀咧 ，COMEX 合約咧正在關注白銀可能突破呢個33美元以上多年嘅新高。截至呢個禮拜五紀錄，白銀價格報32.72美元，上個禮拜上漲1.5%。我已經多次討論過白銀短期嘅問題㗎啦。白銀嘅需求咧連續3年超過呢個供應，到2024年咧赤字將增加超過2億安士，呢個將係咧有史以嚟嘅第2高。咁樣推動供需恢復平衡嘅一件事咧，就係呢個價格上漲啦。加上美國債務咧都將繼續急劇上升嘅，反過嚟睇咧，美元將繼續咁貶值嘅，呢個將支持黃金同白銀上升嘅。我好耐咧冇講過鉑金噶啦，呢個禮拜鉑金價格咧略為下跌，鉑金下跌1.2%至989美元。喺1個月前咧，鉑金價格為918美元。儘管鉑金咧喺呢個2024年難以獲得牽引力，但其供需基本面咧睇起上嚟咧就越嚟越好。世界鉑金投資理事會估計，今年實體鉑金市場咧將出現超過1萬安士嘅短缺。儘管需求增加咗3%，鉑金供應咧預計仍將下降1%嘅。值得注意就係喺呢個10月咧 ，Costco 正擴大其銷售貴金屬系列，其中咧增加咗鉑金添。Costco 網站現在咧提供1安士999.5純鉑金條，該公司喺2023年開始銷售啲黃金條嘅，當年第一季咧就銷售超過1億美元啦。現在 Costco 銷售鉑金，呢個可能會咧支持鉑金上升嘅。美國就業市場數據表現強勁，美國僱主咧嘅招聘速度咧出乎意料加快，9月非農就業職位增長254000個，遠高於市場嘅預期14萬個。而且大幅高於8月上收嘅159,000個。美國9月失業率回落至4.1%，市場原先預期維持4.2%嘅。市場咧預期聯儲局無需急於大幅咁減息啦。諮商局觀察工具 FedWatch 顯示，交易員壓住11月會議繼續減息半釐嘅概率咧已降至0啦，減息幅度咧收窄至0.25厘嘅機會率咧就升至97.4%，有2.6% 更預期11月息口咧將維持不變。前聯儲局理事 Wendy 亦表示，如果接住落嚟嘅數據仍然好似今次嘅超預期嘅話咧，聯儲局可能選擇不減息。美國前財長薩密斯表示，就業數據反映息口已處於中性嘅水平，當局9月減息0.5厘係錯誤嘅決定，但不會造成嚴重嘅後果嘅。佢認為當局進一步減息前必須更審慎。亞德利研究所 Yardeni Research 創辦人指就業數據反映美國經濟強勁韌性，認為美聯儲冇必要喺9月減息0.5厘嘅。今年貨幣寬鬆政策可能已經結束，進一步放寬政策可能引起個通脹添。呢個星期關鍵嘅經濟報告係聯儲局2個禮拜前嘅9月會議紀要
同埋 CPI 嘅報告。聯儲局上個月議息會議嘅記錄顯示，一啲官員咧傾向更漸進地減息，但多數同意咧通脹上升嘅風險已經減弱。就業市場咧下行嘅風險咧卻有所增加，聯儲局應對就業嘅重視提高。另外9月份嘅美國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幅降至 2.4%， 但高過預期。剔除食品同埋能源後嘅核心 CPI 咧按年升幅回升 0.1 個百分點至 3.3%， 同樣高於市場嘅預期。核心嘅 CPI 回升，連續17個月降溫咧斷纜啦。美元咧就出現有意義嘅反彈，貨幣延續漲勢，不僅係由於樂觀嘅數據，亦都因為伊朗對以色列發動飛彈攻擊，以報復以色列針對德黑蘭、黎巴嫩真主黨行動後嘅避險資產流入美元。最近一個星期，截至星期五開市，美匯指數升 1.51， 報 102.92。道指升347點，報42,660點；標指升49點，報5,787點；納指升103點，報18,222點。黃金跌6美元，報2,652美元；白銀升0.22美元，報31.5美元。我講過好多次㗎啦，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給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美國上個月咧減息半釐，現貨金近日表現強勢，日前咧一度升至2,685美元。據瑞銀分析，由於美債收益率下滑、珠寶季節性需求以及全球央行持續購入黃金等三大因素，估計金價今年至明年底咧會繼續攀升嘅。考慮到今年美國大選不確定性，同埋黃金 ETF 繼續獲得資金流入，瑞銀繼續咧睇好呢個黃金嘅表現嘅，並將2024年底目標咧由2,600美元上調至2,750美元。喺呢個2025年中咧，由呢個2,700美元調高至2,850美元。並建議投資者喺投資組合中咧至少持有5% 黃金。瑞銀保證認為金價短期內咧或存在回調嘅風險，但將係呢個買入嘅時機。瑞士保證新世紀思維研究主管 Carsten 表示，隨着市場預期利率繼續下跌，加上美國總統選舉潛在不利嘅結果，避險嘅需求咧隨之上升。市場上咧對黃金投機性嘅投資咧已經增加到過度嘅水平啦。市場情緒咧過於樂觀，投資者可能會選擇獲利了結嘅，而導致黃金價格下滑。不過雖然黃金價格短期內咧存在回調嘅風險，呢個反而咧係長期投資者買入嘅好時機。佢表示，美國總統嘅選舉咧亦都促使投資者大量購入呢個黃金。無論誰入主呢個白宮咧，美國政府財政赤字擴大嘅情況咧將使美元受壓㗎啦。而中東局勢嘅升級進一步強化呢種利好嘅因素。整體而言，目前金價上升嘅機會咧大於下跌嘅，儘管過度投機性嘅持倉帶嚟短期嘅回調風險，但呢啲風險咧係長期買入嘅好機會。喺呢個2024年即將結束嘅未來90日裏邊咧，我哋應該關注白銀喺咩價位呢？同處於歷史嘅高點，而且處於未知嘅領域，同金價係唔同嘅。白銀長期歷史價格咧，圖表可以提供一啲線索嘅。等我哋先睇下左上嘅周線圖，並認識到咧價格肯定已經突破咗28美元嘅關鍵阻力位，佢仲完成咗呢個盤整添，測試咗28美元嘅支撐位。現在咧已突破該形態添。為什麼28美元嘅阻力位同埋支撐位如此重要呢？請睇下左下圖，由呢個2010年至2013年。請注意28美元水平咧如何喺當時咧提供重要嘅支撐位，呢個正是為什麼該水平喺2020年至2024年期間提供如此重要嘅阻力位啦。但現在28美元嘅水平已經再次被果斷咁樣突破，喺呢次嘅上漲，咁價格可能會走向邊度呢？等我哋再睇下左上嘅長期圖表，喺剛結束9月份，白銀價格咧收於2013年1月以嚟咧最高嘅水平。然而，價格仍然低於今年5月嘅水平喎。因此，首先亦都重要嘅事係現貨價格需要突破32.5美元嘅上方。一旦價格突破32.5美元呢，下一個主要阻力位將會喺35美元附近。為什麼呢？
如果白銀價格再次連續2年嘅強勁，咁樣呢個走勢咧睇起上嚟肯定會喺2025年出現㗎啦。喺央行政策疲弱同埋全球滯脹即將到來嘅情況下咧，冇理由相信唔會咁樣做嘅。咁喺2025年白銀交易價格可能會達到多高呢？我哋再次睇下左下嘅長期月線圖。我認為咧可能通過添加幾條潛在嘅阻力線嚟做出一啲嘅預測嘅。到2025年呢，我哋可能會首先睇到40至42美元，然後就係48至50美元。咁白銀嘅劇本咧發展得越嚟越精彩喎。呢個圖顯示短期白銀大嘅阻力位咧喺50美元嘅。如果突破咗50美元咧，白銀咧就會升至100、200甚至300美元。原因係咧，根據俄羅斯國際民傳電訊社上週嘅報導，俄羅斯計劃咧大幅增持黃金、白銀、鉑金、鈀金同埋寶石。報告指國家計劃喺2025年、2026年同埋2027年咧，每年撥款515億盧布。雖然報告咧冇說明分配盧布中有多少將用於購買白銀，但呢個咧係一個特別重要嘅事情嚟嘅，因為白銀目前咧喺世界範圍內咧並沒有用作呢個儲備資產嘅。近年嚟咧，各國央行一直以創紀錄嘅水平購買黃金，白銀咧並未經歷同樣價格嘅升值，但呢個發展咧可能會觸發其突破50美元甚至更高。預計呢種白色嘅金屬喺未來幾年咧將出現呢個供應短缺，主要係由於工業需求持續嘅增長。呢啲數字咧當然冇考慮到咧一個民族國家添加白銀到佢哋嘅儲備，而俄羅斯呢項嘅舉措咧可能會成為包括金磚國家在內其他國家效仿嘅做法。好多人咧不僅認為白銀咧被低估，而且購買白銀咧將係央行實現資產多元化添。呢個真係值得我哋跟進嘅事嚟嘅。咁你認為白銀可以升幾多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你哋嘅想法。著名經濟學家盧比尼表示，特朗普咧而徵收更高嘅關稅，將美元貶值，對非法移民咧採取強硬嘅立場。咁樣恐怕令到經濟放緩，卻刺激呢個通脹，並可能引發呢個滯脹嘅風險。呢種壞嘅情況咧，比對手賀金麗當選咧高得多。而中東緊張局勢亦是物價潛在嘅催化劑。股神巴菲特投資旗艦巴郡咧，進一步拋售美國銀行嘅股份。巴郡喺呢個禮拜咧沽售950萬股美銀嘅股份，價值係3.82億美元，股權咧下降至9.98%，累計套現過百億美元。呢位股神喺巴郡持有嘅現金比例創新高，呢個是否係未來股災泡沫爆破嘅警號呢？再去嚟睇咧，現時美股風險包括估值過高、地緣政治、聯邦政府債務高企，以及可能出現呢個企業增值稅，種種跡象咧，巴菲特對美股咧係冇信心。最近幾個禮拜，金價已經被推至歷史新高。美元疲弱同埋實際債券殖利率下降，為黃金帶嚟呢個利好。摩根大通策略師團隊表示，考慮到呢啲因素，金價已經攀升至預期之上，表明呢個貶值貿易重新出現。從定義上講，貶值貿易策略係涉及購買投資者認為喺通貨膨脹政策導致貨幣貶值期間可以保護價值嘅資產。預計貨幣貶值嘅投資者通常會尋求保值對沖貨膨脹嘅資產，包括黃金同白銀作為避難所。喺貶值貿易中目標係透過利用貨幣貶值嚟保值並可能增加財富。黃金、白銀是一種極好嘅貶值貿易嘅資產，因為喺歷史上佢喺通貨膨脹或者貨幣貶值期間可以保值或者增值。分析師特別指出，喺2002年美元佔全球嘅儲備72%，但美元喺外匯儲備中嘅份額不斷下降。根據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第三季美元佔外匯存底嘅比例為57%，低於第二季嘅58.2%。呢個表明，由於美國債務迅速增加、聯儲局通脹嘅政策以及美元武器化等多種因素，大家對美元嘅警覺性日益增強。過去幾年各個央行大量買進呢個黃金。今年前6個月，全球央行淨增持黃金483噸。
比2023年上半年創紀錄嘅460噸增加咗5%。摩根大通分析師表示，毫無疑問，央行購買嘅步伐咧係衡量金價未來嘅走勢嘅關鍵。佢哋預計央行購買黃金咧，至少喺未來6年內咧，仍將保持火爆。由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太可能咧好快緩解嘅，美國總統大選嘅不確定性以及未來幾個月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嘅前景，摩根大通分析師預計貶值交易咧將會繼續持續嘅，並可能加速。前面提到好多分析指2025年黃金咧會升至$3000，白銀咧會升至$50嘅。但請注意，呢啲分析咧係喺呢個股災啦、經濟衰退同埋滯脹咧冇發生嘅。我多次講過，經濟衰退同埋股災咧好快會出現噶。到時黃金、白銀咧會短暫下跌之後咧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白銀亦要升上$100嘅。不過最後都係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